贝宁位于西非几内亚湾北岸，它是西非中南部的一个国家。贝宁境内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居住，约在13世纪，阿甲人的支系胡埃达人和阿甲苏维人自多哥迁入贝宁南部，分别建立了维达王国和阿拉达王国。16世纪末，阿甲苏维人的一支迁往东南海岸，建立了波多诺夫王国；另一支北迁，约于1625年建立了以阿波美为首都的达和美王国。17世纪中叶，达和美王国日趋强盛，阿拉达、维达和波多诺夫王国先后沦为其藩属。当时西非地区存在贝宁、达和美、阿赞蒂、约鲁巴、索科托等独立的黑人政权，其中贝宁帝国统治着如今尼日利亚西南的沿海地区，达和美王国则控制着今日贝宁南部沿海和内陆。如今的贝宁与贝宁帝国并不是同一个国家。贝宁帝国的疆域在现在贝宁共和国东面的尼日利亚。贝宁共和国真正的前身其实是昔日位于贝宁帝国西部的达和美王国。历史上，现今加纳、多哥和贝宁沿海地区及尼日利亚西部海岸被称为奴隶海岸。15世纪后期，随着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侵入，达和美沿海的维达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奴隶贸易中心。葡萄牙、丹麦、荷兰、法国、英国都在这里建立了商站和要塞。与欧洲殖民国家在西非其他沿海地区的商站不同，这些商站并不享有治外法权，而是要由达和美国王派遣的代表管理。1729年，达和美建立起女兵队伍，规定全国年满15岁的女孩都必须接受官方的挑选，长得最美的会被送给国王做妾，长得丑陋或生病的则被处死，其余的要接受2年严格的士兵训练。达和美王国还实行人祭，每逢重大节日，便用上千名奴隶和战俘祭祀众神和祖先。达和美王国从事奴隶中转业务的历史长达300多年。达和美每个月都要向内陆派出狩奴队，袭击当地村庄。由于人祭的影响，达和美的奴隶出口量一度从17世纪末的每年2万人减少至19世纪初的每年1万至12000人。1810年，巴西奴隶商要求减少活人祭祀数量，以便收购更多的奴隶。由于1807年之后，英国、荷兰和法国等主要殖民国家相继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达和美王国的猎奴活动逐渐得到削弱。1847年，驻黄金海岸的英国总督拜访了达和美国王盖佐，要求进一步缩减奴隶贩卖数量，并劝说国王将国内过剩的奴隶用于油棕榈的种植。国王表示，由于人祭再度盛行，达和美的奴隶出口量已经降为8000人，这已经是对英国最大的让步了。为了抵制英国的进一步要求，达和美于1851年和法国签订了一个保护条约。同时，法国获得了在现今贝宁南部进行贸易和传教的特权。1868年和1878年，法国又迫使达和美国王格莱莱签订了2个不平等条约，占据了科托努。1885年至1889年，法国经过与葡萄牙、德国与英国角逐，控制了贝宁沿海地区。1889年，达和美国王格莱莱在德国人的怂恿下，试图将法国人赶走，但很快被挫败。他死后，他的儿子贝汉金同法国人展开游击战，法国则派出外籍军团报复性的洗劫该国首都阿波美。1889年，格莱莱之子贝汉金继任达和美国王，强烈反对法国割据沿海地区。1890年，他率军攻打科托努和波多诺夫的法国军队，法国借机对达和美王国发动武装侵略。1894年，法国人废除了贝汉金的王位。此后，法国划定了达和美与多哥、尼日利亚的边境。1899年，达和美全境成为法国殖民地，行政上归法属西非管辖。法国驻节官原办事处出设在科托努，后搬至离德属多哥边境更远一些的波多诺夫。法国殖民者的残暴统治激起了达和美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其中有以1917年纳廷巴人酋长加巴领导的起义对法国殖民者的打击最为沉重。第2次世界大战后，达和美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在南部、中部和北部相继出现了3个主要政党。民族独立运动的不断高涨，迫使法国逐步承认达和美人民的独立权利。1958年，达和美成为法兰西共同体内的自治共和国。1960年7月，
达和美与法国签订了移交权利的协定。同年8月1日，达和美宣布正式脱离法国。达和美的名称来自其历史上的建国传说。1645年，该国王子向邻国国王达恩索要一块土地，达恩回答说：“年轻的王子，你太贪得无厌了。如果我不提防，你会把房子建在我的肚子上。”该王子战胜达恩后，在其埋葬的地点之上建立了一座茅屋，取名 Dahome Ho Agby， 意为建在达恩肚子上的房子。Dahome 一词后来代指整个王国。1975年，达和美因其旧国名容易导致关于人际和奴隶贸易的不愉快联想而改成贝宁。贝宁名称起源于古代的贝宁王国，同时暗合达和美旧称奴隶海岸之意。贝宁的国名来源于邻国尼日利亚境内的贝宁城。公元10世纪，贝宁城曾是贝宁王国首都。在独立后的12年时间里，贝宁先后发生过至少5次军事政变，更换过14位国家元首，直到军事强人马蒂厄·克雷库在1972年上台后，贝宁局势才渐渐趋于稳定。克雷库第一次执政期间，不顾贝宁的具体国情，照搬苏联模式，对所有领域都实行国有化改造。由于缺乏合理规划，方式过于激进，克雷库的改革事业并未取得成功，反而导致企业连年亏损，民众生活难以为继，并由此引发大规模抗议浪潮，迫使他在1991年黯然下野。克雷库下台后，继任者索格洛在经济改革方面同样归于失败，加之他日益独裁专制的倾向，最终被选民抛弃。1996年，克雷库重新上台执政，此后又连任一次，直到2006年届满卸任。在第二次执政期间，克雷库一改当年的风格，在推进企业私有化、压缩行政开支的同时，大力发展转口贸易，鼓励农产品多样化和农业现代化，积极谋求外援，使得贝宁的经济大有起色，年增长率保持在5%左右。克雷库下野后，继任者沿袭他的改革思路，使得国民经济获得平稳持续发展。然而，由于克雷库第一次执政时经济改革失败造成的损失过于沉重，导致贝宁至今未能走出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低下的窘境。贝宁农业从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0%，在40万从事农业的家庭中，南方地区每个家庭平均经营0.5公顷土地，北方2公顷。棉花出口额约占出口创汇总收入的70%至80%。近年来，贝宁棉花产量有所下降，但仍维持非洲棉花4国中的首位。目前，贝宁是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和重债穷国。